对我来说，这个房子就只是睡个觉，平时上班时间比较长。我来上海肯定要住在上海最中心的地方，就比较符合我对上海的那个刻板印象，什么梧桐树对吧？然后十里洋场的那种感觉。大家好，我是王秋裤啊，今天来采访一下这个胖胖威老师啊，也是一名年轻的班主任啊。大家好。好，今天来到了胖胖威小姐姐的家里啊。你这个房子应该是我采访到现在最小的房子了吧？对，7平。7个平方，对对对，你这个等于我们上海人讲就是2层阁，对吧？这个7平等于还包含了一个这个厕所间是吧？对对对。我看一看啊。好的，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吧？没有。这个要往旁边推。往旁边推。对，咱们这也是独卫。你这个衣服平时就是晒在哪里呢？比如洗完的话。这个我可以晒衣服这一块，然后我们门口有一个公共的那个大杆子，如果你衣服比较多，可以下去放。你衣服就晒在这个窗帘架上面。是的。那么胖胖威啊，像这个房租要多少钱一个月呀？1个月是1500。在徐汇区市中心这边的话，这个还是蛮便宜的。是的，本来房东要1800，然后降了300。像你住下来会有什么不习惯吗？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本身以前在日本留学嘛，然后住的房子大概也这么大，再加上我长得也比较小，所以并没有觉得特别局促。而且对我来说，这个房子就只是睡个觉，平时上班时间比较长。听你讲，你的职业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啊？对对对，高中老师。哎呦，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班主任都是很凶的，你好像没有吗？这个感觉没有，我是一个比较温柔的班主任。真的是物尽其用啊！你看这个角落嘛，挂了很多的包包啊，这个对，女生都很多。我看你啊，这个是我的自拍杆啊，这下面还有一个琴啊，小琴。我有时候会家里有琴，但是这边这个太小了，我放不下那种真正的钢琴，用它来练手。这个不会是你所有的化妆品了吧？是的。我不化妆。你不化妆？对。是个非常随性的，对吧？对。就是比较朴素。这个床我看一下啊，也是非常的暖和。是的。小小的床。这边嘛，零食架，这个属于是。是的。对，一个我家乡的明信片，一组这个思乡之情，这是旅顺的博物馆。你是大连的？对，我是大连人。那么这幅这个水墨画有没有什么寓意呢？我很喜欢山，也很喜欢海。我希望自己的一生就是能够奔赴山海。这么诗情画意的吧？对。那是打算一个人奔，还是再找一个人奔呢？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特别开心。好吧，希望能有。还好还算有个空调的，对吧？这我来的时候，我房东现给我装的。好吧。然后他说他是一个良心的房东，因为是1级能耗。非常好，给你能省就省一点。对，能省一点。那么像你上班是在哪里呢？我上班的话是在长宁区。长宁区。大概坐地铁是5站。否则的话，一般性人家去郊区租个大一点的、便宜一点的。是的。你也没考虑，因为那边就离得太远了，通勤。对，一来离得远，通勤；二来的话，我觉得我都从老家都过来了，我来上海肯定要住在上海最中心的地方，要不然我都住在郊区，我不如回老家。这个倒是的，感受一下阿拉上海的这个风土人情。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徐汇，然后静安，然后长宁，这个黄埔。这几个地方，虹口我去的少一点。这几个地方在我来看，就是虹口也保留了很多上海的遗迹。对，就比较符合我对上海的那个刻板印象，什么梧桐树对吧？然后十里洋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上海是保持民国时期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像我出门的话，就全都是古建筑嘛，我就觉得很开心在这里。那你出门会不会看到人家在倒马桶啊？这个我们上海的风格，倒痰一罐。目前来说，好像是小区改造的还不错，我迄今为止还没碰上。好吧。物以稀为贵。我虽然在国内的话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女孩，但是在欧洲的话，我简直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啊。是吧？你不敢信吧？真的是。那么胖胖威小姐姐啊，你以前这个大学毕业后还去做过海员啊？是的。女海员。对。我是2013年8月份，然后学校选拔去了欧洲去当这个海员。那个欧洲的地中海邮轮，他是不太看身高和长相什么的，他就觉得好像是你外语好一点就 OK 了，所以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通过了他们的筛选。那个我要问一下，你们是学的什么专业啊？我学的海事英语。海事英语。对，偏海洋方向。后来我记得是在2013年的9月份，我就开始踏上了去这个欧洲的这条路。这个时候你是几岁啊？我当年的话就是18、19岁，因为我上学比较早。我就已经是大3了，因为我16岁上大1。
我记得当时是坐了大概27个小时的飞机。最终是在哪里下飞机的？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一个小港。那个公司在热那亚是吧？它是在热那亚登船，船当时开在那儿。那个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游轮呢？豪华游轮，大概16层。泰坦尼克号了啊，对，就出去玩的这种。是的，里边什么赌场呀，什么跑马场呀，什么游泳池啊，他们什么都有，就很豪华的那种。那你就在去之前，有没有想过这个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比如说一直要待在船上呢，会不会很无聊？这种顾虑。想过，它其实就是非常辛苦。但是对于当年的我，因为第一个比较年轻，我还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环游世界的一个办法。这倒是。觉得你想自己出去环游一圈得多少钱呢？是不是还偷着乐啊？你对，我甚至还觉得自己还蛮幸运得到这份工作。去了以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吧。我们船上大概是1000个员工里边只有11个中国人，然后我们11个中国人里边还分帮分派，里边的事儿也很多。我其实一点都不适应，因为觉得你中国人也不带你玩，然后呢跟老外也交不了心，而且那些老外都是。我一直以为老外是那种很好交往的人，但实际上你真的跟老外交往下来以后，会发现他们很有心机。我觉得说你一个黄种人跑到我们这个白人世界，反正我就是看不上你。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船上都干过哪些工作呢？我干过调酒师，我会调酒，然后我干过那个就是一群客人他们要往上走，你会对他们说就是欢迎登船，welcome aboard， 就一些像打了鸡血一样穿的那个制服，我就算是一个保安吧，在英语中它叫 security guard， 还干过收拾房间。还干过一个就是干 cruise staff， 实际上你就可以理解为他是船上专门陪客人跳舞的，或者说娱乐客人的那种活。这个职位的人就是小丑嘛。那么像你做海员的话，那时候工资多少呢？大概的话一般都是1500刀左右，当年的汇率乘以7嘛，相当于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月收入过万了。2013、14年，那工资算相当高了。对。但是你说枯燥也很枯燥，是的。就是他多久能靠一次岸呢？游轮的话，其实客人他是要去玩的，那基本上你就是航行个7、8个小时，他就会靠一个著名的城市，他可能会从热那亚航行到法国的马赛，然后他可能再会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他就会停下来。那你会下去玩吗？那一天如果你的活不是特别多，你就可以下去，但实际上牺牲的是你的那个睡眠时间嘛，因为这个时间它其实是给你休息的，你可能就是只能在那个岸边走一走，去不了很远的地方。实际跟你想的能够周游世界没什么联系，没什么联系。所以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就是它特别的消耗人。我听你讲你在船上还被性骚扰过啊，这个怎么说呢，这叫潜规则吧。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因为物以稀为贵，我虽然在国内的话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女孩，但是在欧洲的话我简直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啊。你不敢信吧？因为他中国人很少，所以你在国外的话，我其实是外国人，所以叫物以稀为贵。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这小姑娘挺好玩的，长得小小的，然后那个像什么意大利人，他们1.8米、1.9米是吧，都大高个的，他看我他就觉得是一种就像霍比特人一样这外星生物，觉得很好奇。对，所以当时我有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呢就是他长得跟那个奥巴马就很像，就是那种类型的。这么英俊啊？他算是黑人里边比较英俊的，但是呢他不是我喜欢的型，而且他孩子估计跟我岁数差不多了都，他对我就特别照顾。那么一开始我就觉得可能这领导人不错，后来时间长我才知道他是有点这种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他会刻意靠近我，其实我对这些东西是很敏感的。然后后来我就记得他这个合同期他马上要结束了，走之前的话我们这边是会给他举办一个就是那个悄悄 party， 意大利语悄悄就是再见的意思。后来举办的时候，因为他第2天就下船，谁知道他今天能干出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晚上我就晚点回去。本来其实我已经很困了，但是我一直熬到下半夜1点我才回去。结果我刚进门，刚进到船舱里，我突然间我的那个铃就响起来了。响起来以后我就接完了以后，就是他的那个助理，他跟我说，他说领导找你。我说哪家领导，哪家正经领导会半夜找人呢？然后我就说他找我干啥呀？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领导让你去他房间。他还不亲自给你，还要叫？他转了一手，这个人精就精在这儿一个回旋余地嘛。如果你要硬告我就说他不是我找，那是我助理可能找你有点什么事儿，对吧？聪明。但是我就知道，如果我直接跟他当面来的话，那我就完了，因为他肯定会跟新的领导找我事儿嘛。所以我当时就挠头怎么办？后来我就想起来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就说 My English is so bad I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我就给挂了其实我就没去，我就挂了，然后我就把门就给反锁了。我在想，如果你今天敢来，我就一定要告你就骚扰，因为在船上是这样，你情我愿人家不管，但是如果你情人家不愿，那你这行你基本就别干了，因为欧洲人还是对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这是我人生中就唯一一次就是遭遇这种事儿，我自己
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我想多了？但是我觉得不是。当老师是我为了谋生嘛，与其你说是班主任，你更多就是40多个孩子的妈。我跟他们其实更多的像朋友，他们聊什么二次元这种我都能懂。老师这个行业在我所了解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挣钱的一个工作，就是他的工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但也没那么差。大家好，我是王秋瓜，今天来和这个胖胖威老师啊，一名年轻的班主任聊聊天啊。你好。你也是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一个班主任啊，95后是吧？对。你是在上海一个比较有名的高中，还是说普通高中呢？名字我们就不讲了啊。好，应该算是普通高中，它是大学的附属高中。你本人是一个大连人是吧？对对对。那怎么会来到上海教书呢？很简单，因为觉得在老家的话，现在经济不太好。因为我研究生念完了，本身是211毕业嘛，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2门外语，所以我就觉得还有门什么英语，还有英语和日语我都会说。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学历再加上这一门技能，应该能在大城市活下去吧。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在外面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说一种体验吧。就更多的其实我没有抱很大的目的性，我觉得这个算是人生的一个经历。然后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想再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上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从小就很喜欢，所以我就在想，那我就选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来看一看。对，我知道我可能留不下来在这里，但我甚至都没落户嘛，因为我学历可以落户，但是我没有落，所以我最终还是一定会回家。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体验，所以我就选择来了。你来上海教书的话，已经多少时间了？我是今年3月份来的。你是就应聘直接进去的？直接进去的，因为我们算是就是要笔试面试这样子，然后我就都通过了。你现在是在里面教什么呢？我是在里边最早的话，我是考的是外语老师，但他们外语老师在当时的岗是已经满了。英语对吧？对，所以他先让我当班主任，然后到今年的话，他们缺日语老师，于是我就转型教日语了。现在这个高中里还有教日语的？对，因为上海的话，它是小语种可以高考，就是孩子可以任选。英语、日语你自己选，甚至有西班牙语、德语，什么都有。那么你现在就等于是教日语的班主任是吧？对，教日语的班主任。在我印象里，好像你这么年纪轻，30岁不到的班主任应该不多吧？不多，确实很少。像你跟这个学生的年龄，一般你高中生嘛都16、17岁的。对对对。跟你也差不了多少，10多岁。对。会不会关系更近一点呢？相对来说，跟他们更有话题。他们聊什么二次元这种我都能懂，然后什么明星啊，我也都喜欢。我跟他们其实更多的像朋友。有时候因为孩子，我可能去看自习啊，我就会坐到他们那个座位。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任课老师一个化学老师进来说：“你们班主任呢？”班主任在后面，在后面聊天呢。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我在学生里面，他们有时候看不到我，因为你长得也确实很年轻的吧，也跟学生差不多，看对，淹没在里面。因为我小时候我经常被班主任骂的，我感觉班主任好凶啊。你倒是对学生不会这样子？不会，我最生气的话可能也就吼2句，但是一种战术，为了让他安静下来。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时间，我跟他们都更多的像朋友。那么像老师这个工作强度的话，一天的话工作多久呢呀？你要当班主任的话，基本上就是12、3个小时是要的，因为我一般是要7点50左右上学校看早自习，晚自习是8点下课。但是如果你当任课老师的话，我们是早8晚5，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双休，就相对来说还是好一点的。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与其你说是班主任，你更多就是40多个孩子的妈。他们什么事情都找你，你大到这个可能考学升学，小到这个头疼脑热，什么都要找你。那做老师的话，你这个收入觉得怎么样现在？因为老师这个行业在我所了解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挣钱的一个工作，就是他的工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但也没那么差。我们这行基本就是底薪加课时费，因为我是班主任的工作要更多一点，所以相对来说我的课时一周其实也就10几节，但是如果你纯教课的话，你一周大概要20多节，所以就是底薪加课时费的话，我一个月是可以扣完五险一金，还能剩个1.3万左右吧。但是如果说你可能职称更高，比如说我现在是初级老师嘛，如果你能当上什么高级职称啊，什么骨干评优啊，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行收入还可以，但是也是要熬年头，因为很多可能大家觉得老师他什么好，他就是寒暑假嘛，你不上班也有基本工资，尤其是不是很差钱的人来说，一年大概有个3、4个月的时间都在放假，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对，你3月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暑假了，那你2个月在干嘛呢？我暑假第1个月是研究生要在毕业，所以我在整学校的毕业的事情，然后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在忙那个，因为我老家那个房子我在装修，然后就是忙一些那些事情。像今年的寒假的话，我应该会出去打工。打算做什么呢？我可能就是去横店当群众演员。你这个想法有点太突然了吧，有点。当老师是我为了谋生嘛，然后我更多的觉得人生可能还要一部分是在体验，所以我是希望人生能够多姿多彩一点。我很喜欢当收纳师，就帮别人收拾卫生，这是我特别喜欢干的事情，解压治愈是我的人生理想，我就很想干这种活。本科生，我不说在上海，在我老家都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工作。对，是的。你就是怎么找呢？就是几千块钱，压力是很大。我以前头发是现在的2倍到3倍多，你的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自己有稳定工作。
然后我可能八字还没一撇，我年龄偏大，在婚恋市场上也不占什么优势了。那么这个胖胖薇啊，你是95后啊，已经是快30岁了啊。对对对。你说你是属于高龄考研？大龄考研，对。啊，大龄考研。高龄好像高龄有点还不至于。对对对。我是2022年读研究生第1年，算是21年考的，然后22年开始读。就一般性的话，都几岁去考？大部分人都是现在孩子不都是22岁大学毕业嘛，然后可能22岁之后直接考研，然后毕业的话研究生大概25岁，这是正常年纪。我今年毕业就29了嘛，就相当于比他们晚4年。像你是不是那个考研班里面最大的一个了？我们班其实还有比我大的我们班有80后的，不是一个很稀奇的，就可能感觉大家现在对学历上都已经比较卷了吧。那么你为什么会想去考研呢？就是你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没考虑去考？我大学毕业不就直接去邮轮了吗？在邮轮待到17年实习工作那个时候。对，然后待了3年回来之后，我其实当时我整个人就有点，因为邮轮上学的东西我在陆地上找不到工作，我就在想这是面临着人生的转型嘛。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去了个中专，当了1年的英语老师。然后中专的话，我这个时候其实是第一个点，他说如果你是研究生的话，你的工资会比本科多500块钱。当时这个事情比较触动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那就多500呀，多500，多5000。确实不是多5000，但你架不住每个月多500，是吧？那个时候我就有这种念头了，但是不是特别强烈。然后18年、19年的时候，我就上日本了。我当时在日本的一个打法，我就想说，在日本先把语言学会，然后在日本念研究生。当时是这么一个打法。结果呢，我就碰到了那个著名的事件，就是叫黑天鹅事件了，就不得不在20年的时候就回来了嘛。回来之后，当时我就直接谈了人生中的第一段恋爱。我其实是2020年才第一次谈恋爱，就是很晚了，相对于来说。对。然后那个男孩子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在大连理工的那个男孩子。当时他是考上了研究生，他就觉得好像我的学历各方面可能不是太配得上他，人家就觉得可能人家能找到更好的。他以这个理由跟我分的手，然后这一分手完以后，我就会觉得内心是有这种落寞感的。我就会觉得人这辈子就是你得要这个强，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成为别人的嫌弃的点。我当年实际上是有一种为了他去考研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我后来就等到现在我再去想，就是我得谢谢他，对吧？因为如果没有这份动力，你可能还会就是那个力不是那么的强烈。这个是我第2个让我促成去考研。然后第3个原因也是因为职场上你确实是本科生，哪怕我不说在上海，在我老家都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工作。对对对，是的。你真的你就是怎么找呢？就是几千块钱，3、4千、4、5千，就这个样子了。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实在的这种技术嘛。对。那你基本在这种相对来说2线的城市，你就已经是瓶颈了。所以我当时在想，我毕竟还没到30岁，才20多，然后你这一辈子这么过也不是不行，但是也就这么过了，所以我就会觉得人生到了一种瓶颈期了。而且那个阶段的话，我在想，因为我很小就想当老师，能上一个正八经的学校当老师是一个蛮好的我想追求的东西。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人家这种比较好的学校它都是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你没有这个学历你根本都不用跟你俩去面试考试这种事情嘛，对吧？这个门槛嘛。所以我当时在想，综合这几点原因，我就觉得就背水一战吧。在当时的话，我其实是在一家日企工作，然后那个日企老板就是每天就 PUA 我，他就是挺不喜欢我的，因为他觉得我能力比他还要强一点，然后他就觉得他有点危机感，所以他经常就是可能会给我一些就穿小鞋这种动作。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自己特别努力的考了4个月，然后就考上了，然后我就去读研究生了。我读研究生其实因为像刚才跟您说我年龄偏大，所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我在研究生的这个我们叫同门嘛，在同门的比较下其实是比较难受的，因为都是00后，可能或者是97年、98年的、99年的这样的孩子，跟他们做同学，压力是很大，需要做很多实验和数据，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焦虑的。我以前头发是现在的2倍到3倍多，而且你会有这种同辈压力嘛，你的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有稳定工作，然后我可能八字还没一撇，你在婚恋市场上也不占什么优势了，而且你读书的时候我是全日制读书嘛，那你也没有经济收入，所以那个阶段你想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依然会觉得就是我熬过去了以后，我人生一定会走得更好，特别难，但是我坚持下来了。中间我有3次都想不读，那我妈跟我说钱都花了要读。不过好在你现在还是考出来了，也成为了一名这个高中的老师，上海的对吧？也不错了这个啊。凑合。
我在养老生活里面，我现在已经做了蛮多的准备，我大概也就想攒个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对，那现在这个目标还有多少呢？目标已经达成90了。我是非常认真的去想这些事，我不是那种异想天开，或者是说就是只说而已的人。那么胖胖薇老师啊，你说你是一个未来打算不婚不育，在35岁之前争取退休的这么一个女性是吧？是的。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哈，就是我自身的条件我来讲，就是我喜欢的男生基本看不上我。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喜欢就是学霸，白白高高瘦瘦的，这样的人可能看不上我。哇，那真是顶级优质男啊，这个。对。然后看上我的，我可能看不上人家。然后我之前的话的感情经历里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对前任都很好，我也只谈过前2段恋爱嘛，然后就对人家可能会掏心掏肺啊，可能老好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付出真心和努力，但最后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啊。因为男生因为我真的不懂，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对他很好或者很懂事，但对方不想要这个东西，对方宁愿就是喜欢那种很作很漂亮的小公主，我不知道为啥啊，但是真的我发现是这个规律。所以我自己从我短暂的2段恋爱里面，我感觉到我可能不太适合谈恋爱，但是我依然是希望，如果说就是人生有缘分的话，谁都不想就是独自而行。然后我父亲的话就跟我母亲很早的就分开了，他就在外面有家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记忆里我爸我妈就是都在吵架。我爸爸有一次喝酒喝得很醉，然后他回家把我妈妈刚买的一个，我记得在90几年啊，那是一个很漂亮的3层的那种玻璃茶几，我爸爸喝醉酒回来一脚把那个茶几给踹碎了，就是那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到现在都还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当时就吓得就是缩到了一个墙角，然后我还记得我穿了一件粉色的小毛衣，我就趴到自己的那个小毛衣里面哭，我到现在我都能记住那个画面。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的婚姻是那样子的，那我真的宁愿一生都不要结婚。留下阴影了这是。对，我现在就是觉得有缘分就往下走，但是前提是我自己一定要过得好。那没有缘分的话，我更多就是去准备我自己的这个养老生活去了。所以我在养老生活里面，我现在已经做了蛮多的准备。我是从20岁，因为我家庭的这种原因，我其实从很小我就没有安全感，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想给自己攒一笔钱。首先一件事情，我要买房子，我要有一个红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这才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邮轮上挣的钱，我大概当时挣了大概30万左右，然后回来我就给自己在大连买了一个小房子。第二步，我当时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商业保险，这个商业保险就买完了以后交20年，反正我现在是一次性全部交完了。都你自己交的？对。然后第3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的亲友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我就知道我以后一定能用到人家，因为我自己没后代嘛。你想好自己肯定没后代，我大概率是没后代的，除非有人愿意跟我结婚。你自己喜欢小孩吗？虽然你是个老师。我不喜欢孩子然后因为我自己大概率是没后代，所以我跟我的表弟啊，然后我表妹啊，我表哥呀，都关系都很不错，因为我知道以后有用到人家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在人情上的一个准备，这是我做的第3件事情。然后第4件事情，我是给自己，比如说人生我觉得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花销的东西，然后我会留出一笔这样的一个资金，我大概也就想攒个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对，那现在这个目标还有多少呢？目标已经达成90了。就对我来讲哈，就是大病我就花一部分钱治，然后小病的话就干脆不治了，然后实在是那种治不了的病，我就干脆就是死了。就这样子，我也不会说就是掏空家里或者怎么样，会掏空我妈家里去治我什么病。我对生死看得非常的淡。那么我所谓的这个退休是这样，就是我认为是自由职业，不能说完全退，只是我不会再去打卡上班了，因为我自己就一个人生活，我也不是一个很高欲望的这种人，所以我相对来说我就一个月挣个小点钱，1、2千块钱、2、3千块钱，我就能活得很好。那在我来看的话，我在网上可能随便讲个课，应该也就能到这个收入了嘛。对，这就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是有一个蛮好的一个点，就是你没有父母的养老负担，因为我爸我妈经济能力都比我好太多了。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等你老了，或者等哪天
走了，或者说，那你这笔留下来的钱怎么处理呢？或者房产？如果我的母亲当时还在世的话，我会把这个钱交给我母亲去分配，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比较睿智的一个女性。如果届时我父母已经不在了，那么大概率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钱全部给我姐姐或外甥，只让她帮我办理一个后事，剩下的钱全部给她。哦，可以可以，就是这样。所以在我来看的话，我是非常认真的去想这些事，我不是那种异想天开，或者是说就是只说而已的人。大多数人的也就是梦想，很少有人能够放下人生的各种东西，他会去敢这么做。是的。因为很多人他都需要有结婚的需求、养孩子的需求、老人的需求、社会评价的需求。大部分人为了这4座大山，他一辈子都起不来的。他可能一上船就要待7、8个月，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难免孤独寂寞嘛。然后我的室友是一个乌克兰的小姐姐，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今天晚上Simon你晚点回来。”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猜到了，是不是他带一个男的回去？那么胖胖威老师啊，又见面了。上次你的视频反响相当的好啊！谢谢秋果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我。那么就上次我们也讲到，你曾经在欧洲做过海员，就是那种海上游轮里面。然后呢，工资那个时候是1万多块1个月。对，差不多10年前。是。那么很多人就很好奇，这个海员是怎么当上的呢？毕竟你是个女的呀。在海员的话，我们会是船运界吧，它一般分2种，第一种叫做货轮，第二种叫游轮。货轮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基本上员工基本都是男性，然后游轮的话，它因为是一个以娱乐为主，所以是男女搭配都有的，但是他们统一其实都称为海员。那么所有当海员的人，他其实都是要通过这个资质的审查以及考试的。那么像我们作为游轮的船员的话，我们首先要通过海员证的这个考试。虽然说你觉得我在船上干的是服务类的工作，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海员资质，你才能拿到出国的这样一个资质。所以相对于来说，我都是海事院校正经毕业的，然后你通过专业的考试，你才能获得这样的资质，才能去上船。所以可能我的工作比起轮机的这一波，可能就是纯操作的这样，那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含量，但是纯操作和轮机的大部分还是以男孩子为主，女孩子普遍还是做一些轻体力的活，但是它总体来讲的话都是属于海员的。那么你在海上做海员啊，你说这个游轮里面实际上也蛮乱的，包括你们工作人员也是，对吧？确实，在游轮上的话，有一种东西啊，叫游轮夫妻，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也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潜规则。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可能一上船就要待7、8个月，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难免孤独寂寞嘛。他其实在岸上已经有成家了，他就是有老婆孩子了。那么他们可能上船以后，他跟某一个男性、女性他看对眼了，觉得很合适。那么在游轮上这段时间，他们就以男女朋友自称在一块儿。度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等到这个合同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下船，各自奔各自的前程，这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对，那我也想问你一下了，胖胖威老师，那有没有追求过你呢？包括你的同事，包括船上的顾客？是有的。多不多啊？怎么说呢？我觉得上期也跟大家说了，我在游轮上其实还蛮受欢迎。在那个阶段追我的人，说排到法国那肯定是有点夸张啊，但是你说排一个甲板，问题是不大的。这么多啊？就像你说的，你之所以受欢迎呢，就不是说你的外表有多出众，而是因为你是船上面少有的亚洲面孔，少有的中国面孔。没错。再加上我本身也偏娇小的这种长相，他们会觉得没见过东西都觉得好奇嘛，换口味的。对，你像我当时这个工作，就因为要陪客人就是跳舞嘛，就这种。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欧洲的，也算是叔叔辈了吧，他一到那个舞池，他就一直盯着我看，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我是被要求在这种场合必须要穿旗袍的，而且穿那种高开叉，就给我打扮的跟那个春丽一样。然后当时呢，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结果呢，他的女朋友还是他老婆，我就不知道了，上我面前然后跟我说。他说那个我老公非常的喜欢你，你可不可以跟他跳个舞？这你在我们中国人来看就是太奇怪了，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但是他就告诉我没有关系的，你大方跳问题不大。结果这个时候她老公一直是很羞涩的看着我，然后这个时候他媳妇儿跟他说你可以了，来吧，他答应了。然后这个叔叔就上我旁边说那个小姐我可以听你跳支舞吗？我说好吧。然后呢他跳舞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手就是一直在我那后背，就像搓澡一样，你知道吗？开始咸猪手了。对，你就是很无奈，但是你又没办法，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嘛。你陪他跳舞的话会给你小费吗？我一般很少遇到很大方的老外，我都没有我那个客房服务的那些就 room service 的那些同事赚得多。我靠，这个都咸猪手了都不给你点小费。对，不给钱。还有呢就是更离谱的，我们当时是2个人为一个船舱，所以我们一个船舱里边带2张床，然后我的室友是一个乌克兰的小姐姐。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今天晚上Simon你晚点回来。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干完活我要休息啊。对啊。她说你就算是给我个面子，你今晚晚点回来。我猜到了，是不是他带一个男的回去？
算是了。那这个男的是谁呢？这个男的就是实际上是我的一个调音的同事，就调钢琴调音师。游轮同事之间的这个乱世的。对对对，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要我多长时间？半小时够吗？因为我要回去睡觉。他说不行。哎呦，这个2个小时，搞这么久啊！再一个，我觉得蛮黑暗的一件事情。那当时我们有一个塞尔维亚的一个女同事，我其实是不太喜欢她的，因为她是属于那种很强势的人，在哪她都要出风头。因为那个时候我19岁，她29，那算是我老大姐了。然后后来呢，就是一来二去的，我因为不怎么太愿意去逢迎她，她就觉得我这个孩子就不太会变通，然后就不太喜欢我，她就想要整整我，我就不应该惹她。为什么？因为呢，他跟领导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关系，跟我们那个直属大领导。哦，他跟你们的领导是这个船上夫妻。对对，他们各自都有家庭的，没错，但在船上搞到一起了。对。哦，然后他就帮你们领导说你坏话。对呀，然后就给我一些很坑的、很难的，或者说很累的活，然后分给我了。所以我那个阶段那真的是小命不保啊，那个合同。那很多人都对你日本留学这段经历啊有点好奇，你们讲一下啊。我是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自己 DIY 办理了留学，上日本去开始进行语言的学习。我刚去日本的第一天的时候，其实一句日语都不会。我不像很多人，他可能已经有基础了。对，我是阿里嘎多都不会，零基础去的日本。那你干嘛这么要去呢？我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觉得从游轮回来之后，我在那游轮上学的东西，在屋里找不着工作所以我想就是上日本的话，要不然丰富学历，要不然就是多加一个语言的能力嘛，回来好混口饭吃，就这么简单。然后自己当时是带了一点钱，就是4-5万块钱够交第一期的学费就去了。当时在日本的话，遭遇的是很多比较曲折也比较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我一句日语也不会嘛，所以我一开始大概有3-4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语言学校学习，学一个最基本的。但是我其实当时带的钱也就带了4-5万，也就够交语言学校第1年的学费。那么生活费我是没有的，那肯定大家就会问你妈怎么不帮你或怎么样？对啊，因为那个阶段我其实在游轮挣的钱我已经买房子了，然后之后的话我其实手里也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跟我妈妈商量，她是不让我去的，因为她就会觉得说咱们家庭条件也不至于说，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啊，但是也不至于让你说舍家撇口的去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她就觉得不支持，她就觉得她不给我拿钱我就肯定去不了。她没有想到我主意就这么正，自己偷跑着去了。所以去了以后，我是跟她说我自己都有钱，我都准备好了，我不让她担心。但实际在那个阶段，我交完学费，我是1分钱都没有。我面临着就吃不上饭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自己去找一些工作。后来终于就找到了一个中国人开的，他开了一家酒店。那么这家酒店里边，他就比较喜欢雇佣中国人去干一些脏活累活啊，比如说刷碗啊、扫厕所呀，就是这种活。他跟我说，我们这里边就只缺一个扫地的啊、铺床的，类似于就这种就是收拾卫生的活。你大学生啊，你看你愿不愿意干？我说我愿意干，只要你给我钱就行。他说日本人的话，我1小时是给1300时薪，但你我给800，因为你是留学生，并且你又语言不好。因为那时候我都要吃不上饭了，我也不挑了。我干了7个月之后的话，因为当时我的语言学校第1期就已经毕业了，然后我当时一开始我是在那个山梨县，也就是富士山下。后来我在想说，那我就走吧，想结束这一块。第2期的语言学校想去名古屋念，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属于就是无缘离职，那我最后1月工资不给你。我说您凭啥不给？因为我是提前1个月跟他说的，他的意思就是但凡你从我这儿走，你别管你谁，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我就不给钱。因为他在日本盘踞了20多年，我那个时候也才20出头，所以我也很害怕。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您知道他一个月不给我的工资是将近1万块钱人民币，所以这个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大数目啊，我真的不甘心这个钱就这么没了。所以我当时就是去那个日本叫劳动仲裁所，我就去跟人家说，我说他这个地方不给我钱，但是我日语太差了，我说不明白。但实际上你这种东西他只能说帮你去裁决这件事情，他帮你去追孙诉，但是他要不到钱。因为他当时实际上他是威胁我跟前面的那个女孩子，他说如果你们俩敢跟我要这个钱，你俩今天从山梨县走，我明天就让你俩少一条腿。然后那个阶段我还怕他追杀我呀，所以我晚上我就偷偷的，我真的是偷偷的，我拎着我的小粉皮箱，然后连夜跑了。那3点多那个街上真的是空无一人，都黑的都不行了，我就自己提着箱子往外走。结果那个时候就是从风俗店日本有个东西叫风俗店，您应该也知道，就出来一个醉汉，一个老头喝的就是酩酊大醉的，他就在后面一直在跟着我，哎呦给我吓的，哎呦碰到变态了，碰到变态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个全家，我就赶紧上去了。上去了以后，里边有一个就店员小哥，人家正在理货嘛，然后店员小哥就看了一眼就很愣，我就说后面有人一直在追我，他做了一个非常暖心的动作，就他把那个门给开了，然后他告诉我你上这里边来。
进安全屋了。对，他就把那个门给锁上了，我就在那儿就是待到天亮了嘛。所以我去了名古屋之后，生活您也知道比较艰辛。我自己呢，那个时候我日语就稍微好一点。我问一下，那个时候你身上还有多少钱？我身上大概没有3000块钱。后来我就找到工作，也租上房子，就在那安顿。我最后租了4万3的一个，但是已经是那里边最便宜的了这个1个月加网费什么都算一共4万3，人民币就2000块，2000多块钱。找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小男孩叫峰哥，然后当时峰哥特别有意思，我说咱们得去买点这叫初始装备啊。然后峰哥说买啥呀？你就等着吧，你跟我来。然后他就领我去了一个专门扔垃圾的一个地方，我们俩就直愣愣的就站在那个垃圾回收处。结果过了大概5分钟，就很多日本人开着私家车过来，他们就是从他们的私家车里拿出来很多东西，就会扔到那个底上。他们这边扔，我就说那咱就去捡呀。然后峰哥说不行，你要记得你出国了，你要为中国人争气。他说等到他们都扔完了我们再去。峰哥在里面捡到了电脑，然后冰箱，我在里面捡到了锅，也就是碗筷，这些东西日本人是没拆封的那种，他就会扔掉。所以有时候人家会问我说你觉得日本发达在哪儿？我说发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有些扔些女孩子的眼影啊，什么这些化妆品啊，我甚至在里边捡过全新的没开封的优衣库的衣服，因为也是比较省钱嘛。每天晚上我就会去这个日本，它是每天8点半超市打折，对，那一次买一堆。然后呢，在日本最便宜的3样东西，一个是香蕉，一个是豆芽，一个是大头菜。那么这些食物因为它特别便宜，也是我这2年的主要食物，天天吃。所以我回来以后，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是本能的就很排斥，然后吃吐了。对。那么你最后在日本是待了多少年呢？我待了2年，整整2年。现在也是一个日语老师了现在对，现在是日语老师了。我还是蛮感谢这段经历的，尽管它非常的苦。如果你每一天你的生活就是为了公司去做表，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要个孩子的话，你可能100万就躺不平了，完全躺不平了。一个人的话可能是够了。对，大家在做生育这件事情，你甚至没有多考虑，你会觉得好像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生了。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父亲母亲，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去重复我们的生活，重复的我们的命运，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那么上次的视频呢，你说你是一个不婚不育的，那么很多这个网友就对你这个好像有点看法，说你不能这样子，对吧？对。那么你对这个怎么看呢？其实不婚不育是我的一个后路，我是希望如果能找到，在我年纪还行的这个阶段，我是希望能够成家正常生子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实在找不到，我不太可能会去做出去父留子或者是未婚先孕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观念里，我是完全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生一个孩子是要对他负责。因为我们的父辈也好，或者说哪怕是我们的同辈，大家在做生育这件事情，你甚至没有多考虑，你会觉得好像时机到了我就应该生了，或者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生了，你完全没有想过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你就能够对他负责与否。就很多人可能走到了这种传统思想里面，走不出来了。对，他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人生之必经过程。但我是觉得你只有能够自己把自己的人生过明白了，你才能会为你的下一代或者为别人去负责。所以如果我一直是单身的话，我是绝对100%不会要孩子，但是我结婚我是一定会要孩子，我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对，不会像有些人说的哪怕不结婚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弄个很好的基因，对吧？或者我试管或者怎么样的，这件事情在我这边是不会发生。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去负担一个孩子一生的花销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事情，对我来说，我也不太想让我60岁的老母亲再帮我去养孩子，这都太苦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我攒个100万，我完全可以过一种非常悠闲的生活。对，因为你上次视频也说了嘛，你是打算攒够100万，然后在35岁前面退休过躺平生活的。对，如果你单独要个孩子的话，你可能100万就躺不平了，完全躺不平了。一个人的话可能是够了。对。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呢，有些网友也说了，你就算是一个人100万你也躺不平啊，这不够用的呀，根本。网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是直接攒了100万直接躺掉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上次在我的观点中重复了4个字，大家可能都忽略了，叫自由职业。我讲的100万的话是我不去打卡上班，但是我只工作不上班，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100万对我来说是一个备用金，就是我把它攒够了放到银行里，我不动它。那么这个钱只有在救命的时候，或者说真的人生遭遇到重大变故，或者是你已经没有任何挣钱的能力的那一天，才会拿出来，你才会拿它。那么你这个只工作不上班，这个我们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对我来说的话，我偏向是做一些线上的工作，比如说第一个，我在网上可以讲日语、英语这2门课，网上教课，这个其实就已经够我生活了。普通人都可以做吗？你必须
须要有教资嘛。对，而且你要对这两个东西，你不能说是滚瓜烂熟，但是你基本上要对这两门语言非常的熟悉了，你才能去当老师嘛，对不对？对我来说这2件事情目前没有门槛了。我想问一下，就线上教学的话，一个月大概收入多少呢？你看你想不想干了？如果你想从早到晚的这种排满课，那你不又很卷吗？对，我打算的就是一个月赚个几千块就行。像我一天可能就上1节，或者我周6周天上2天就完事儿了嘛。我周1到周5休息，对吧？这完全其实就已经可以了。然后，但是我也有其他的后手，譬如说你的钱其实放到银行里边，它也是会涨利息的，对吧？当然我们说利息当然是越来越低了，又通货膨胀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但是有毛不手掌，它也是一点点收入啊。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蛮好的一点是我给自己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创业项目，因为像我现在也在尝试做自媒体，尽管没有秋果老师做的这么好，但是我自己想的是就是能够用我的自媒体里边去卖一些我的观点出来，比如说我可能写一些东西，写一些文章，因为我的粉丝会比较喜欢我相信这些东西会有一定的销路啊。实际上你也不是那种完全躺平的啦。对，但是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整个人是很有精力的，这是精神的躺平。对，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每一天你的生活就是为了公司去做表，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以我觉得我偏向是做一些我自己着手的事情，我可以去决定我上班的时间，当牛马的时间，变成人的时间。我觉得这是生活而不是生存。所以对我来说，我比较希望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叫自由职业，而不是说大家讲的这种我彻底摆烂就花那100万，这样的一种想法。这就对了啊。男生要比我强，女孩子她会有一种所谓的慕强心理。如果说你这个男孩子在某一些方面他是拿捏不住我的，我是根本不会考虑，哪怕你有很多钱，我也不会考虑。我自己完全可以养得活我自己，所以我最差嘛就自己过一辈子逍遥自在。我结婚呢就是想过得更好啊，我不可能结婚过得更差，那我何必结婚呢？因为我自己可以落户，所以我不太会考虑不落户的男生。他起码得有一个上海的户口。对。那么95后的上海高中女教师，也是班主任啊。我们来谈一下你的这个择偶要求，好吧？现在你的要求不低啊。也不是特别高吧。我是95年生人，来自于这个辽宁大连，本科生学的是英语，研究生学的是海洋环境工程，所以我现在在这个高中是可以又讲这个外语又讲这个地理这个科目，家境还算可以。我之所以来上海，其实有目的，但目的性也并不是那么的强。什么目的啊？我的目的其实说白了，老家不太好找工作，所以在这边其实相对来说，我以我的学历能找一个跟我学历相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去施展你自己的抱负，你能够去养活自己，并且能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非常喜欢上海。那有些人可能他也会问我说，你要不要找一个上海人啊？你就留在这儿，对吧？对。说实话，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则无人真君子，对不对？你要问我内心里想不想直接找一个上海人少奋斗20年，我想。你想？没有问题，我想。但是我不强求，你不能说他只是310开头，然后我就一定要嫁给他。其实我不在意对方是上海人还是不是上海人。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男生要比我强。就我不太可能会去找那种处处不如我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小骄傲、小傲气，因为我其实感觉到我自己费了这么大劲长大，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还可以的人，然后我不太想去屈就谁，我也不想去高攀谁。但是我要找一个跟我差不多又略强我的人。我觉得女孩子她会有一种所谓的慕强心理，在我这也会有。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男孩子在某一些方面他是拿捏不住我的，我是根本不会考虑。哪怕你有很多钱，我也不会考虑。那么聊聊你的这个择偶要求吧，最关键的是哪几点呢？最关键的第一个身高肯定是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个子不高，所以我对男生是略微有一点身高要求的。我身高是1.58米。那么你要求男生多高呢？大概1.75米左右吧。那太高了也不用啊。再一个的话就是学历本科以上吧。对，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生，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说对人家有很过分的要求。就学历不用比你再高了。不用，学历不用。但是我希望对方是有一点地方是我没有的能力，比如说我很喜欢会小语种或者是会某种乐器的男生，这个我会觉得特别加分。我会觉得他可能不是说他挣很多钱，但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欣赏的，我会觉得会闪光。就那样的某一方面很出彩的男孩子。那如果是个外地的男生呢？外地的男生如果能落户在这里，我也可以考虑。他起码得有一个上海的户口。对，因为我自己可以落户，所以我不太会考虑不落户的男生。你们说我现实也好，我怎么样也好，因为我完全可以不落户回到我自己的老家嘛，过一种很舒服的生活。我既然留在这里边，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过相对高节奏的生活，我是希望能有一个并肩的灵魂一起战斗，而不是我要去帮扶谁，因为我自己活着也挺累的。了解了。